把地铁车厢吊在空中运行就是空轨。全国第一条空轨线路最近在武汉开始运营，要是遇上故障，车厢会掉下来吗？这里是知识 TNT。城市人口大爆炸直接导致了早晚高峰繁重的交通压力，立体交通网已经是当代上班族的续命神器。这里没有堵车，没有鸣笛，只有一如既往的稳定高效率，就是美中不足，有点拥挤。再多加一条地铁线路吧，成了打工人共同的心声。可是我国地下设施早已超出想象的拥挤，停车场、商场、地下室这些设施自不必说，下水系统、管道系统、电路信息系统也为地铁修建造成了很大压力。于是乎，工程师们将视线放到了空中，地下已经满了，但是天上还空着呀。空中轨道就这样被纳入我国立体交通网，成功吃到了公家饭。今年5月，我国第一条空轨在武汉成功试运行。空轨并非我国首创的出行方式，早在1901年，第一条空中轨道就在德国的伍柏塔尔同大众正式见面。当时这种在空中飞的交通方式可是大出风头。可100多年过去了，空轨为什么并没有像地铁一样走进世界人民的生活中呢？现今你只能在德国和日本看到这些悬挂在半空的空中列车，很多国家甚至直接废弃了空轨项目，这与相对局限的运输效率直接相关。考虑到轨道称重、共振等安全问题，能够同时运行的车厢节数十分有限，地铁却可以2分钟运行一班。乘坐人口也直接与车厢容积相关，运输量甚至可以是空轨的几十倍。此外，空轨的悬挂式养护成本较高，一旦出现故障，修复效率非常慢，乘客很可能被长时间困在空中，造成巨大安全隐患。最后一点就是从城建发展考虑了，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范围扩大是必然事情，这就暴露了空轨最大的缺点。空轨轨道之间很难产生交互，双线航行状态下想要转车周转几乎不可能。既然空中列车如此鸡肋，我国为何要用空轨来丰富立体交通系统呢？国内首条空轨在武汉运营，会挤兑地铁资源吗？其实空轨的存在确实能够在空中交通体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100年间，无数次技术革新已经可以排除大多数安全隐患。空中列车转向架不会直接暴露在外部设施之外，全包裹的设计在减少零件磨损的同时，也可以极大程度地减少脱轨概率，并且车厢外侧设计了安全绳索，一旦转向架出现故障，保险设施将立即启动，保障乘客安危。有研究表明，相较于传统的跨轨列车，悬挂式列车在零件损耗和外部故障率方面都具备更多优势。悬挂式空中列车占地面积更小，可以在绿化带或者分车带之中修建轨道立柱，不会过分占用地面空间。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轨道立柱、列车轨道可以实现从工厂到实地的快速搭建。零件从工厂运输后，只需要简单的固定拼接就能够完成基础建设。模块化的建筑方式可以极大限度地降低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一条地铁线不算设计时间，仅施工时间就长达5年，而空轨的建设周期至少可以缩短1半。而且我国的空轨立柱和部分轨道零件是允许拆卸的，也就是说理论上支持重复利用。那在空中建立轨道网络是否成本会比地下更高呢？其实不会，项目资金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修建同等长度的轨道交通，空中轨道的建设成本要比地铁少1半左右。如此对比，空轨最明显的优势便显现出来，那就是性价比。空轨或许并不能在运载量上与地铁一较高下，到每小时1万人次的载客量也足以满足一些中型城市的早晚高峰要求。对于大城市来说，空轨也可以丰富上班族的选择，缓解地面交通及地下交通的压力。并且在武汉空轨项目的前期规划中，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设计师希望空轨轨迹能够与其他地下或地面设施产生交互，乘客在走出空轨站时，可以非常便捷地找到地铁入口或公交站点。
至于空轨与空轨间轨道交互的问题，也并非完全没有解决方式。空轨的架构方式保障了其良好的爬坡技能，这也意味着在同一水平面下，通过系统或许很难实现交互，但是我们可以纵向延伸。技术问题中国确实是解决了，但更值得人们注意的还是安全问题，毕竟生命最重要。挂在轨道上运行的空轨真的安全吗？首先，空轨列车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电的问题，万一停电了怎么办？这确实有些棘手。现行低碳环保的轨道出行方式离不开电力，客观上来讲，电力不足会直接影响到轨道交通的运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给空中列车配备了马力十足的大功率储蓄电池。能源电池产业方面，中国毫无疑问地站在了世界第一梯队，这也保障了我国可以将最先进的电池技术应用到市政建设之中。所以电力不足对我国的轨道交通系统来说根本不算事儿。即使出现极特殊情况，所有的安全系统全部被触发，客人被困在高空之中不上不下，设计师也为乘客提供了多种逃生方式。首先是横向逃生，轨道列车定然不会单向存在，一条车道发生故障时，另一条车道将在第一时间派出车厢与故障车厢平行停放，两车厢车门处会自动弹出带扶手的踏板，确保乘客安全转移。其次便是纵向，救援列车可以从同一轨道前往救援，到达事故地点后，救援列车与故障列车打开驾驶室车门，乘客便可以从相接的两侧车头处进行转移。最后是垂直逃生，这种逃生方式参考了飞机的逃生滑梯，在空轨列车驾驶室中存在一个直径75厘米的逃生装置，一旦逃生装置被触发，逃生滑梯就会立刻弹出，确保全部乘客可在最短时间逃生。与德国和日本空轨列车相比，中国空轨的逃生系统显然丰富了许多。逃生滑梯的存在可以保障乘客在遭遇火灾或有毒气体泄漏等恶性事件时，可以在第一时间逃离车厢，并保持车厢通风。安全和实用性都能保证之后，空轨又有什么值得中国无数2线及3线城市踊跃报名的呢？咱们不得不承认，空轨的存在确实可以对当地旅游产业产生积极影响，站得高看得远。相比之下，空轨确实存在着更高的观赏效用。武汉光谷空轨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除了270度观景窗之外，车厢中还存在着一条窄窄的观景带。从这一掌宽的玻璃幕墙中，你可以看到整座城市就在你脚下，这无疑是一种很刺激的体验。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城市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与建设地铁轻轨的高门槛之间的矛盾。空轨的成本只要地铁的一半，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空轨的存在能够使很多城市的现存问题迎刃而解。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